一年一度开斋节来了，最开心莫过于打工一族，因为可以放长假去旅游。当然，来到吉隆坡各商场，大家都可以观赏到漂亮的开斋节商场装饰，而且在开斋节前1个月，还有斋戒月市集可以购买美食，但千万别现场吃，否则……当然，这纯粹是个人修养因素，大家互相尊重，各种族才能和睦相处。把影片看到最后，你会发现马来西亚是个神奇的国家。我们现在来到万乌特妈，这次的设计真的不简单。这不只是漂亮而已，整个蓝白相间的建筑完全致敬伊斯法罕的清真寺。你注意到那个主拱门没？还搭配摩洛哥风花砖，现场看真的很壮观。重点是它不只有展区，还有整排的市集摊位。对，旧区直接变身中东风市集，卖巴提衣服的、卖糕点的全都来了，而且还有传统打击乐表演。一边购物一边感受节庆气氛，超有诚意。万乌特玛今年真的双主场发挥，新区艺术感、旧区生活感，完全打中我。话说，你刚刚提到艺术感，下一站这间商场根本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误闯杜拜皇宫。说到设计感 ，TLX 的装饰让我有一种误闯杜拜高级饭店的错觉哎。没错，金色幔帐垂坠，加上丝质布料与几何雷射雕花，整体质感直接拉满。还有那2排高级沙发区，随便一坐都像中东皇族度假。我查了一下，这里的几何纹样源自伊斯兰经典装饰，连地毯都很讲究，是不是很像皇室会客厅？在这里打卡，不说还以为你是某国的公主还是王子。从金光闪闪的 TRX， 现在我们来到气场全开的 KLCC， 果然不让人失望，气势一出，水雨争锋。整体结构蓝金配色，搭配中东式洋葱圆顶，气场全开。建筑灵感明显来自伊朗伊斯法罕清真寺的建筑语汇，蓝与金像指尊贵与祥和。而且主建筑中间还藏有万花镜设计，让整个空间如梦似幻。KLCC 的设计真的不只是装饰，而是呈现一场文化艺术的视觉飨宴。如果说 KLCC 是王者机器，那旁边的 Avenue K 就是田径小公主路线啦。这里气氛突然变温柔了许多，从朴实转跳到梦幻色彩。三位 Pyramid， 我来了！一进三位 Pyramid， 马上被那间粉嫩色马来高脚屋吸引。它的配色非常梦幻，以薄荷绿、粉紫和米白为主，整个像是童话村庄搬进了商场。里面装潢也很讲究，怀旧沙发、竹编灯罩、古董唱机，通通还原马来老屋氛围。而且屋外还种满花卉与椰子树，连地板都像手绘地毯。这里根本是节庆版的乡村风梦幻摄影棚，难怪大家抢着来打卡。你以为乡村风已经很强 ，Mid Valley 直接给你整个村落。Mid Valley 这里是直接把一整个村落搬进商场的概念。对啊，满地花卉摆设，整个中庭瞬间变成节庆热带小村。你看到那个人档啊铺摊位了吗？真的有卖传统人档食物和马来糕点哎，还有小朋友最爱的迷你室内球场设计，长辈也可以怀旧一下小时候街角踢球的时光。这里真的不只是布景，是生活感满满的节庆体验。说到生活感 ，The Gardens Mall 的沉稳气质，完全就是另一个层次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没摆设，过几天再来，整个成品超有感。大厅垂挂超大的竹编吊饰，地上铺满花针地毯，满满手工艺气息。还有那个以兰花为主题的打卡区，加上现场传统音乐表演，完全是沉浸式体验。它不像其他商场那么浮夸，但细节真的藏不住，越看越上头。我们先来沉浸式看一些表演片段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大魔王级场景 Pavilion KL， 作为5级免登地标商场。Pavilion KL 果然霸气外露，外头就是标志性的喷水池与金拱门装置，还有 Swarovski 打卡拱廊。走进去，铺着青绿地毯的中庭，两旁布满灯饰与巨型金色莲花中继，视觉超震撼。而且后方楼梯区还展示马来服饰与 Siti Nurhaliza 的演出造型，非常有文化底蕴。说真的，Pavilion 就是会把 Raya 做得像金马甲、轻坦现场。从金光大道来
来到更亲民欢乐的 Pavilion Bukit Jalil， 这里和5级免登 Pavilion 比起来，走的是轻家庭路线。没错，主打的是浓厚的马来新年气氛，有互动区，还有节目活动。中庭到处可见绿意与可爱卡通人物，非常适合亲子出游。简单又热闹，这里是 Raya 快乐氛围最浓的地方之一。如果你喜欢视觉刺激 ，LaLaport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一进门就被头顶一整片传统风筝震撼到，颜色超缤纷，还有那些混搭马来传统油灯和纸灯笼的装饰，视觉超有戏。连马来灯笼都穿上格纹新衣，细节真的做很足。虽然没有动漫人物，但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走进了什么 VR 异次元世界。你以为动画风已经够吸睛，那来看这个渔村重现，这里应该是把整个渔村都搬进商场了吧？水稻木屋、竹桥花卉，还有满满的水果和渔网摆戏，有种在河边即时穿梭的感觉，还不小心以为自己穿越回80年代马来甘榜。整体氛围真的做得超级细致，温馨又可爱。说到细致，有个商场风格很不一样 ，Fahrenheit 88，这里的设计有点文雅清秀的感觉，整体复古又不失时尚。长廊用传统手工装饰，再搭配竹灯笼，很像民意走廊。天花板还垂掉白色布幔与藤蔓，整体感觉简洁又瓦气。气氛不高调，但很有质感，是个静静感受 Raya 氛围的好地方。最后，我们来到文化味最浓的 Sunjay Wang Plaza， 这里设计主轴就是那个大型舞台，外框用马来博物馆风格设计元素来包装。舞台上的文化图案加上现场还有表演，气氛很热闹。头顶还垂挂住多条巨型 Sungkit 缎带装饰，视觉上也很有节庆感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舞台上一些精彩片段。整体虽然简单，但舞台互动是亮点，有表演就是最真实的节庆仪式感。Bukit Bintang 4级，我终于又来了。去年这里热闹到爆，连走出地铁站都能闻到食物香味。可是我怎么觉得今年好像没什么人？去年这里可是一路摆到 KKV， 小贩多到像在打怪升等。走完一圈杜兰都升10级。现在我只看到空地，还有一辆机车。McDonald's 前面也空空的。对呀，以前摊位就是摆到这里，今年直接变空城计。我还以为我来得太早，结果是真的缩水了。这里有的吃，有的拍，还有世界级的烤鸡、饮料。你说那个5颜6色饮料，一桶比一桶浮夸 ，Jack and Yogurt Hero Chocolate 根本就是拍调色课。这不是斋戒市集，是饮食盛会吧 ？KCW 的烤肉生意还是很好，经过时一直有人买，看起来不错 GI。可惜摊位变少了。我觉得可能是吉隆坡市政局介入了，这次他们亲自管理市集，确保每个小贩都能用合理租金来摆摊。这样讲，那是不是意味着食物可能会比去年便宜？对，现在百物上涨，能吃到不贵又好吃的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可是这里真的太短了啦，3分钟逛完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看，还有没有别的市集啦？哎，我有一个发现。什么发现？你又想吃什么？分分钟你家楼下的斋戒市集都比 Bukit Bintang 还要长耶！哇，摊位真的爆炸多。这是市集靠近市中心哪里？这不在吉隆坡，虽然只是住宅区，但整个引爆 Bukit Bintang。你看这位大哥在煎 Murtabak， 速度快到像在玩炒锅版 Tetris。那家烤鱼摊也疯了啦，烟一直冒，香味1秒传3条街。这间主打 Sater， 100%一肯。还来自登嘉楼正宗原产，你说是不是有诚意？我都还没开始吃，就已经在想明年要不要再来一次。所以说，想吃就不要盲目去网红地点，有时候民宅旁边的市集才是最有味道的存在。等等等，今天来到我们这一趴的最终 BOSS，2025年最长的斋戒市集 West Samaju。一看画面就知道，这里摊位是长到要搭滑板才逛的碗里。没错。这是我目前见过最长的市集，摊位多，人更多，光看排队都觉得压力很大。这里根本是斋戒界的嘉年华，想吃什么都有，烤鸡 Air Balance、Satay Roti John， 而且这里真的很多人，
我个人最惊喜的是那摊写着 Nostalgia 的饮料，其他摊位的饮料也不错。还有那间甜品蛋糕 Chocolate Lele 永远都在排队 ，Murtabak Mini 也是一出锅就没了。所以说要吃这里的食物，不只要快，还要算好时间，来晚了就是空手回家。你还没讲天气嘞，最近这几天不是下雨就是要下雨，我觉得来这里本身就是一场冒险。没错，喜欢吃什么就买，不然能挤人又淋雨，真的会抓狂。不过这里交通倒是方便，搭 LRT 直接到达。驾车的话可能会花时间找 parking。还有个小撇步，前方有燕商场，可以考虑停那里走过来，顺便吹冷气买饮料。好啦，我们斋戒月市集就到这里，后面分享一些日常资讯哦。上周末路过的 Gardens Mall 竟然发现一家新的电玩店，叫 Meta Park， 里面那只粉红兔子超强劲，还有招牌 Lava 布和一堆佛系盲盒。然后我再冲去 Pavilion KL 看那家网红炒饭店，无忧。 Uncle Roger 那家，现在外面没什么人排队咯，但里面人还是不少啦。说到人潮 ，Pavilion 2的 Antio Jenny 是营业啦。我上周还买到20%折扣，听说正式开张还有买1送1。接着去 Lila Boy， 突然看到日本品牌9090门口一堆人，原来是 KLP48女团在店里啊，难怪那么多人，幸好我手机有变焦模式。以上就是本周日常街拍情报，下期再帮大家挖掘更多新鲜事。关于开斋节商场，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？然后这个长长的假期，大家又去哪里玩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好了，我们影片就在这里结束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